上一期视频谈了今天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政权如何一步步的成为汉帝国郡国体制下的县国，又如何一步步的在五胡乱华时期脱离中国，成为自主之国。但随着隋朝的再次统一，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的情势又出现新的紧张。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中国与朝鲜政权在隋唐直到元代之间将近800年间的分分合合。在进入正式内容以前，我想要来分享一下一个进行式的合作计划。历史卫视和台湾知名的线上课程平台知识卫星正在研究合作，讨论共同推出一款历史内容的线上课程，目前仍在问卷调查阶段。如果对历史卫视开一门线上课程感兴趣的话，欢迎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结并填写问卷。西元589年，开皇9年，北方的隋国大军大破南边的陈国，将近300年的分裂时代告了一段落。再一次有一个政权统一了中国。隋帝国的统一当然是一次军事征服，但军事征服绝非唯一的因素。隋文帝在篡周以后发表诏书，称他要依汉魏之旧重新建国。这个宣称不只是要恢复汉魏时代的制度，更大程度上也宣告新的王朝要继承汉魏的天下领土，就如同罗马帝国一般，即使西罗马帝国灭亡了1000年了，近代早期的欧洲仍有政权强调自己是罗马的继承人。汉帝国即使灭亡了几百年，汉天下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吸引力依然强大。既然隋帝国主张自己继承了汉魏的正统，原本是汉郡县的高句丽领土也应该在隋的控制之中。然而，这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而已，还有更多现实的因素必须要考虑。对一般人而言，意识形态往往就是全部，但对统治精英来说，需要考虑的层次就更加复杂了。最直接的问题是，直接统治高句丽到底划不划算？高句丽所控制的半岛西北部以及辽东、吉林一带，在当时的东北亚贸易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是东北亚海域与内亚、中国之间的十字路口，能控制这里，当然对帝国来说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利润，但紧接着的问题是，统治这块地区所需要的成本会不会高于它能带来的利润？如果你还记得上一期，曹魏也花了巨大的心力让高句丽屈服，使之隶属于魏国的郡国系统之下，但结果是中国统治者仍然必须依靠当地的高句丽首长才能进行有效治理。高句丽统治精英的自主意识在往后将近300年的中国分裂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绝非高句丽人民有民族国家的意识，而是高句丽的统治集团想要掌握对这块地方的政治大权，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有极大的好处。考虑到这些复杂因素以后，我们其实可以说，对隋朝来讲，征伐高句丽似乎不会是个太好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下《隋书·东夷传》中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问题的考虑。开皇初年，高句丽频繁派送使节入朝，但是等隋朝平定南边的陈朝以后，高句丽王汤大惧，开始练兵累积粮食，为防止隋帝国入侵而做准备。开皇17年，西元597年，隋皇帝赐予高句丽王国书，说：“朕受了天命，肩负着爱护与教化的责任。我委派你在海的一角为王，就是希望你能实行教化，使得不同族群都能实现各自的愿望。你高句丽王时常派遣使节朝贡，虽然自称是藩属国，但我没有见到你的诚意完全展开。作为朕的臣子，你应该与朕同心，但你却迫害漠河人、封锁契丹人，这些外夷属国都对我朝俯首称臣，都尊敬良善与渴望正义，但为何你对他们有如此恶毒的害人之心呢？”这里继续说道：“朝廷派遣使节到高句丽进行慰问，教导你为政之术，你却让使者待在空荡的馆舍里，严加防守，意图闭我朝使节之耳目，永无闻见。”这是篇非常长的国书，后面的部分我就不继续翻译，有兴趣的朋友上网搜寻一下，都是免费资源。你读了上述的这段记载，我必须提醒，绝对不能只从字面去理解，更精确的说，不能单纯从隋的角度来理解。从隋的角度看来，他们觉得自己真心换绝情，我对你高句丽这么好，你居然欺负我的小弟契丹与漠河，我派遣使节去指导你，你却把他关在空无一物的房间里，这些都是隋朝单方面的说辞。实际情况应该是，隋帝国对高句丽最感冒的地方是这里所谓的驱逼漠河、固进契丹。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这里是高句丽，这里是隋帝国，这里则是契丹，势力范围约莫在今天的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与内蒙古东侧。这里是漠河，势力范围大概在今天的吉林与黑龙江省。我们光看这张地图，大概就能推测高句丽的计划是控制住东北亚大陆的枢纽区，因而他企图将漠河、契丹纳入掌握之中。很明显的，高句丽绝非想透过纯粹的军事征服来达成目标，而是要与漠河、契丹的政团形成结盟关系。从地图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东北亚的整合势必牵动隋帝国的利益。帝国不愿意一个大高句国出现，所以这是为什么隋文帝朝廷对高句丽驱逼漠河、固进契丹这么感冒的根本原因。然而，有一个更重要的玩家却在这则史料中没有出现，那就是此处的东突厥。隋帝国与突厥系政团的冲突已经从6世纪末开始越演越烈，隋官方不能再容许高句丽与突厥联盟，所以隋要频繁的派遣使节到高句丽，名义上是问笔人情、交笔政术，但实际上是企图监视甚至阻止高句丽与外部的结盟。隋朝廷试图利用东汉以来的适宜中藩制度，以朝贡称臣的关系来控制高句丽。这篇国书的最后，隋文帝语带威胁的说：“有善必赏，有恶必罚，四海之内俱闻正旨。”然而，隔年的598年，高句丽不演了，联合漠河侵略辽西，隋文帝发兵讨伐高句丽。虽然隋军惨败而归，但高句丽方面也是惨胜，逼得高句丽王只能向隋朝廷称臣。然而，面对东北亚贸易圈如此庞大的利益，隋帝国不愿意放弃，高句丽显然也不愿意。隋帝国的首要目标当然是打击东突厥联盟，最终花费了20多年的光阴，总算逼迫东突厥向隋称臣。然而，在大业3年，也就是西元607年，隋炀帝北巡突厥领地时，意外发现高句丽使臣也在场。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隋帝国最不愿意看到高句丽与东突厥联合起来，因为这会直接威胁到帝国的北方防线。发现高句丽使臣在突厥一事，对炀帝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因而在611年发兵讨伐高句丽，而也是这场战争直接将隋帝国拖入战争与经济的深渊之中。没过多久，隋帝国内部就陷入动乱，才会有陇西李氏在618年建立唐朝。有些人或许会幻想，这个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新政府上台以后，或许会对高句丽的政策有所变化。但纵观古今，政治从来不会因为政权变化而变化，因为一个地区的政治问题、社会经济结构是固定的，新的政权也必须面对旧的结构问题。当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李唐也自居中国皇帝，继承的是汉魏的天下。但就现实的地缘政治来说，李唐面对的依然是北方强大的突厥联盟，而高句丽也持续在与东突厥眉来眼去，甚至联合漠河、契丹，企图控制住中国河北一带。更有甚者，西元7世纪开始，高句丽开始进行一连串吞并半岛南部的行动，尤其是联合百济侵略新罗。这一连串结构性因素都迫使唐帝国必须处理高句丽。西元642年，高句丽政坛发生政变，大将元盖苏文杀死高句丽国。唐朝廷得知以后，唐太宗宣布进军高句丽。这里说，太宗告知臣僚说，辽东是旧中国所固有，是从魏晋到北周才被放到边疆之外。隋帝国适度出兵高句丽，都是因为丧失纪律而败。高句丽杀无数中国良善百姓，现在高句丽武将杀死了他的王，以为自己凭借天险就得意起来了，正好几个晚上都在思考而睡不着，要为中国的子弟报仇，也为高句丽王复仇。今天九州安定，只剩这一个小角落没搞定，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然而，唐太宗也没能避免隋军曾遭遇过的灾难，唐军铩羽而归。直到太宗的儿子高宗时代，高句丽内部再度出现激烈战争。西元668年，唐与南边的新罗组成联军，先灭了百济，再以南北夹攻之势灭了高句丽。
然而高句丽灭国了，但结构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即使唐帝国兵威强盛，但马上毕竟不能治天下。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唐朝廷有人能管理这块地方吗？自西汉中叶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依靠高句丽的政团首长才能征到税，因而开始将他们纳入汉郡国体制之中，而成县国，并授予高句丽首长中国官职。这个情况到了东汉时期，中国皇帝甚至加封他们为王，实际上就是承认了高句丽首长的自治地位。这个自主地位经过五胡乱华，到了隋唐时代，只能说更加强大。即使唐帝国在7世纪末叶能联合新罗灭了百济与高句丽，统一半岛，但是唐廷对这块地区的统治仍然必须依靠新以及半岛上的豪族联盟才能进行。这一来一往，强化的是新罗在半岛北部的影响力。新罗的势力很快取代了唐帝国。西元676年，新罗占领了整个半岛，帝国的都护府只能退回辽东。同时，新罗向唐帝国称臣纳贡，而帝国也不愿意再烧钱，承认新罗的自治属国地位。唐帝国是务实的，只要新罗不与突厥联盟，损害帝国的北方边境的利益，帝国也不会过多干涉新罗内政。你也完全可以想象，虽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但统一往往都是下一个危机的开始。新罗与东北亚大陆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变得比较平静，大概位于今天黑龙江、吉林一带的区域也开始出现独立建国的王权，也就是渤海国。唐中叶以后，新罗、渤海、唐帝国与日本发生更多的冲突与联盟，这是非常复杂的历史，我这里也就点到为止。但大体来说，东北亚地区的政局是各个政治实体越发独立，唐帝国基本上也没兴趣直接控制他们。这个情况到了辽金宋时期变得更加稳固。虽然新罗王国在10世纪被推翻，但很快的半岛上就出现了新的统一政权，那就是高丽王国。即使后来崛起的契丹、女真也都先后入侵过高丽，但高丽始终都能在军事上进行抗衡。然而，这个局面到了13世纪遇到巨大的挑战，因为又有另外一群内亚政团崛起——蒙古。1231年，大蒙古国大将沙里塔率军侵略不愿屈服蒙古的高丽国。这场战役相当血腥，蒙古的辽东部队遭遇高丽军团强烈的抵抗，蒙古前后发动了9次侵略战争，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大陆死伤无数。直到1257年的第9次侵略战争以后，实质控制高丽国王政的五人集团崔氏倒台，同时高丽高宗也去世，忽必烈护送高丽世子王舔回国即位，才在高丽建立了亲蒙古政权，正式确认了高丽与蒙古的藩属关系。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蒙古的政治触角正式深入高丽国内。1258年，一批位于今天北朝鲜咸镜南道一带的高丽将领叛变，将城池献给了蒙古，在此地建立双城总管府，由亲蒙古的赵氏家族进行直接统治。但以南的地区，也就是高丽王国，蒙古没能实行实质控管。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黄色的部分就是由亲蒙古的赵氏家族控制的双城总管府，左边这个咖啡色的部分，则是1269年叛降蒙古的另一批领地，元代官方称之为东宁府，其中包含高丽王国的西京，也就是今天的平壤，也都受蒙古直接统治。以南的部分才是高丽王国能直接控制的区域，但是蒙古也在这一部分设置达鲁花赤，也就是蒙古文中的掌印者提调的意思，你可以理解为大蒙古国派去高丽的党代表。但这个制度一直不稳定，高丽国的统治精英一直试图抵抗达鲁花赤，甚至还有杀死达鲁花赤的事件。然而高丽元宗一朝，达鲁花赤在半岛上的统治权威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高丽王权正在逐步的被蒙古侵蚀。元宗在1274年去世以后，其子也就是往后的高丽忠烈王即位，迎娶了忽必烈的女儿为妻，从此高丽王又多了一元帝国的身份，驸马高丽国王，正式成为元帝国的臣子。当时蒙古国正在研议将高丽彻底纳入郡县系统之中。1268年时，蒙古枢密院讨论再次出兵高丽。在会议中，当时一位在蒙古国享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汉人马亨称，高丽本来就是周代箕子的封地，汉晋时代都是郡县。今天高丽虽然来朝贡，但七心难测，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东征日本为名，派军进驻高丽，可以趁机袭击其国，定为郡县。但是马亨接着又说，现
在蒙古帝国的重心不应该在高丽，而是要赶快灭掉南方的宋国。等到平定南宋，如果高丽还有其他的想法，我们那时候再把他们灭掉也不晚。然而，蒙古在南方遭遇南宋军队强硬的反抗，久攻不下。忽必烈最终同意了他的汉人官员的谏言，不能只当蒙古国皇帝，还必须成为中国皇帝，才能让南宋军民臣服。1271年，忽必烈宣布登基为中国皇帝，国号大元。在高丽方面，大元蒙古帝国也宣布改高丽西京，也就是今天的平壤为东宁府，正式将朝鲜半岛西北部纳入郡县体制之中。当时的情况是，蒙古直接统治了以平壤为核心的半岛西北部，但高丽仍然控制中南部。但元朝会派遣像是达鲁花氏这样的官员监管内政，双方以今天北韩黄海北道的密尔山为大致分界。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廷重新把目光放回东北亚大陆。1280年代，元朝廷将中国分为10个行中书省，包含高丽也成为征东行中书省。高丽王的正式头衔也变为元代中国的官僚，也就是征东行中书省右丞相。看起来元朝是卯足了劲，企图直接控制住朝鲜半岛，完成自汉代以来中国政府没能企及的目标。我们大概也能想象，高丽国内对于并入郡县之举非常不满，始祖抵抗，逼得元帝国内部争辩，是否要进一步将高丽彻底行省化，最终皆无疾而终。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元朝提的汉人重臣王约的反对理由：高丽距离京师4000里，地极民贫，夷人的风俗根深蒂固，不能与中原比。万一高丽又出了什么乱子，帝国会耗费大量的成本去弭平，绝对不是现实，不如遵守祖宗旧制。元史这段记载最后还说，高丽的人听闻此事，画了王约的肖像，放到祠堂里侍奉，说高丽国祚能不断，都是因为王先生。我不完全清楚为何王约如此反对元帝国将高丽彻底行省化，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王约曾经出使过高丽，在半岛上待了2年，应该是比较了解高丽的军事情况。而王约后来也到了枢密院，也就是元帝国最高的军事机构担任要职。或许从他收集到的情报来看，打高丽很难。无论如何，元帝国就是没能执行直接统治高丽的计划。但或许如果元帝国国祚长一些，很有可能最终高丽也会逐渐行省化。但元帝国在忽必烈称中国皇帝的不到1个世纪以后，便在1340年与50年代进入大动乱之中。当时元末最强大的起义军红巾军中的一股军团杀入了辽东与朝鲜半岛，甚至一度占领了平壤，逼得当时的高丽国王恭明王离开首都开京。但很快高丽方面的武人贵族集团集结部队，击退了红巾军。这一红巾军事件直接导致地方武人的崛起，如出身半岛中东部的大贵族崔寅，以及更有影响力的泉州李氏的李成桂。李成桂家族在蒙古时代是降元派，是双城总管府的重要军事家族，而李成桂集团与崔寅集团就是高丽王朝最后的2个武人权臣。最终，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国。这段历史非常精彩，但也不是我这里能说清楚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韩剧《六龙飞天》，就是在讲李氏朝鲜建国的这段历史。基本上，我认为这是我看过最好的历史剧，非常推荐。话说回来，红巾军叛乱更使得传统中国领地也陷入动乱之中，使得元帝国权威大幅受损。虽然红巾军运动最终结束了，但几位出身红巾军的将领张士诚、陈友谅以及更重要的朱元璋都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最终，这股势力由朱元璋集团整合起来。1368年，朱元璋军队将蒙古军逐出中国，成立了明朝。东亚大陆的局势再次进入了新的局面。对于新建立的大明来说，当前最重要的就是稳住北方的防线。若能彻底消灭遁入北亚的蒙古势力，那朱元璋就能更名正言顺地继承中国皇帝的名号。其中，能不能控制住辽东与辽西，成为重中之重的战略目标。1370年代，明军向辽东扩张，在今天的辽阳设立了都指挥使司。在这个时间点，曾经臣服于蒙古的高丽王国应该与明帝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呢？下一期我们来谈一谈朝鲜半岛是如何成为明清的藩属国，以及这整个属国体制到了近代西方势力过来以后，又遭遇如何的冲击与变化，方才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中朝关系。敬请期待。